娱乐圈黑幕有多可怕？蔡徐坤惨遭闭麦无人管，时代少年团被迫跌下舞台，还有赵月一脚踩空险些身亡。你以为明星光鲜耀眼，其实在资本的控制下，他们连正常发声的机会都没有。谁曾想，现在的人气明星也有不堪回首的过去。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明星遭遇的暗箱操作，看看有哪位爱豆在成名前受到不公的对待。在偶像团体纷纷解散的今天，时代少年团依旧活跃在娱乐一线，宋亚轩、马嘉祺等也有极高的流量。但是你知道吗？强如他们的爱豆也曾受到过不公平对待，舞台上的暗箱操作差点毁了他们的前途。风波最大的就是当时的升降机事件。在2021年东方风云榜舞台上，时代少年团的5位少年站在台上，而后面的升降机忽然下降，一旁的贺峻霖来不及反应就掉了进去，幸好刘耀文抓了他一把，两人在升降机里稳稳站立。如果不幸摔倒头部着地，不敢想象会对贺峻霖造成怎样的伤害。在后台整顿的时候，贺峻霖心有余悸，成员们也直言不讳。不懂节目组降升降台是什么意思？明明他们和下一组成员都不需要使用，这样的重大失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节目组在针对他们。同样不公的事情还发生在星光大赏的舞台上，当时时代少年团全员在舞台献唱，他们声音用力，表情发狠，看起来很有激情。但等下台后才知道，少年们如此卖力表演，是因为耳返没有声音，他们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熟知明星表演的观众应该知道耳返对于歌手意味着什么，耳返能帮助歌手回馈声音，把控节奏，没有耳返就跟乱唱没什么区别。当时下台的选手满头大汗，纷纷表示唱得太难受了。刘耀文更是表示他唱完后再说一句话就要吐了，可见这次事件对他们影响有多大。好在这次少年们凭借扎实的唱功没有翻车，还成为内娱第一个被迫假唱的男团。在之后的颁奖典礼上，时代少年团经过老板的同意，也内涵了一番节目组。当他们上台领奖时，马嘉祺故意用手指敲了敲麦，然后内涵道：“这次终于有声音了。”算是回击了这次的不公平对待。好在这群才华横溢的少年终于开花结果，过往的不公没有让他们心存怨恨，反而让他们更懂得要感恩尊重别人。从马嘉祺到贺峻霖，祝愿他们未来会被岁月温柔相待。作为时代少年团的师兄 TFBOYS， 在走红前也难逃不公平对待。当年三小只作为表演嘉宾，在现场苦等5个小时，却突然被告知要撤掉节目，这个行为气得粉丝们在现场破口大骂，纷纷叫嚷着倒闭退钱。他们在现场挺直腰板安静等待，到头换来的却是一场戏耍。活动结束后，粉丝们带着哭腔自发唱起三小只的歌曲，与舞台前3人落寞的背影相互映照。粉丝们的热爱也是 TFBOYS 能走到现在的一大原因吧。在后来的节目采访中，王源也透露，3人刚出道时，即使主动跟别人打招呼，也不被理睬，没有名气就是这么卑微。后来的三小只逐渐有了成绩，这种不被尊重的事情基本就没有了。TFBOYS 的遭遇就很好的印证了黄渤说过的那句话：成名了以后，身边全是好人。粉丝都知道蔡徐坤待人友善，心地善良，是个共情能力强的温柔绅士。但在出名前遭遇不公平对待的他，也没有任何挣扎的能力。在《青年2》上，蔡徐坤谈到演唱会被闭麦一事，当时的他没有人气，好不容易登上机会难得的舞台，唱了2句却发现麦克风没有声音。为了应对突发状况，他先是在背后默默试麦，但话筒依旧没有声音。随后他只能无奈地向队友借麦，其小心翼翼的模样让人看了心疼。没有灯光，不被重视，娱乐圈就是这样，没有名气的人连被听到的机会都没有。同样在成名前惨遭打压的还有硬糖少女的赵月，她比别人遭受的挫折更多，甚至差点丢掉性命。2018年的某次演唱会，还在48传媒的赵月在后台对工作人员破口大骂，因为就在刚才，她差点从高空跌落，丢掉性命。当时赵月按要求站在一个悬在空中的道具里，本打算唱完第1句歌词后从道具中跳出来，没想到原本应降落在地面的道具此时还悬在空中，如果不是他紧急刹车，一定会从半空跌落，受伤是一定的，甚至丢掉性命也不好说。因此才有了赵月歇斯底里的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赵月成名前的路是很辛苦的，他18岁那年通过层层考核成为一名训练生，原本以为训练生活是很美好的，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给他一次打击。在他做练习生的那段时间，公司分给他的卧室环境非常差，遍地都是老鼠和蟑螂，这也导致创造营上他经常做出奇怪
怪的比喻，比如这跟吃苍蝇比不算什么等等。还是在2018年，赵月参加超新星运动会时忽然摔倒失去意识，经过检查得知他是因为工作繁忙导致的支气管炎加重。发现病情后，赵月第一时间被送回家乡养病，可没过几天就被公司号召参与工作。唯一心疼他身体的还是赵月的粉丝后援团。那时的赵月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公司不在乎他的健康，只想着竭尽所能榨取他的价值。领导不当人，他就只能咬着牙坚持。好在他熬过了这段艰苦岁月，终于积累了数目可观的粉丝，也从创造营成功出道。这2年，赵月的工作量减少了许多，或许正是为了弥补那段为工作奋不顾身的日子吧。如果说有黑幕最不能让网友接受，那一定是彭楚月的油漆事件了。在档综艺节目里，彭楚月和网友 PK 吃火鸡面，火鸡面很辣，彭楚月吃完后立马拧开桌上的牛奶喝了一口，刚入口的他表情就变得十分奇怪，一度难受到无法说话。然而主持人一直强调这是牛奶，还催促他赶紧喝下去。作为一个没有名气的新人，彭楚月不敢质疑节目组的安排，只能硬着头皮咽了下去。而此时的他脸已经垮掉，在他旁边的肖战尝了一口，里面装的居然是白色的油漆。此时所有的成员都愣住了，但节目还在录制，大家都在强颜欢笑。而在节目录制完的那一刻，彭楚月立马被送去医院洗胃。当节目播出后，这一段也被删减。事故发生后，公司选择将真相压下去。彭楚月也表示自己没事，让大家不要担心，对油漆的事情只字不提。受到恶意捉弄却不能发声，这或许就是非人气明星的悲哀吧。在另一档节目中，马天宇也遭到节目组的扎心操作。因为无父无母，马天宇一直很少上综艺，怕的就是别人刺激他的痛处。可节目组得知他的身世后，故意安排了一出其他嘉宾与家人欢聚一堂的环节。即便知道节目组故意拿他的身世炒作，但马天宇依旧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他先是露出羡慕的表情，随后忍不住当场破防，拿出毛巾遮住充满泪水的眼睛。他说：“你们都有家人出现，我好难过。”刻意揭明星伤疤，制造噱头。节目组可真是为了热度一点良心都不要了。娱乐圈的势力每次都令人反感，明明有很多优秀的艺人只想简单的完成舞台，偏偏这个微不足道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在这方面不得不提一下薛之谦了。他刚出道时没有名气，在台上做自我介绍都会被主持人辱骂，骂他为什么那么多废话，催促他赶紧下台。几年后，薛之谦火遍全网，他终于有能力抵抗娱乐圈乱象。对娱乐圈黑幕这块，薛之谦从来都是重拳出击。节目上搭档的话筒被恶意调音，薛之谦发现后立马将自己的话筒递给对方，还用对方的话筒演唱，证明话筒有问题。综艺上被节目组欺骗投票，薛之谦直接摔话筒，要求重新打头。没能力时自己忍受不公，有能力时帮助别人免遭不公。薛之谦的行为值得一个点赞，也希望其他明星们也能向他学习，不纵容娱乐圈黑幕，还选手一个公平。不得不说，娱乐圈的暗箱操作有多可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以前总觉得明星光彩照人，现在才知道他们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未出名的明星没有权利，甚至连为自己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娱乐圈私明立场，没有名气就是不被尊重。当我们觉得某位明星温文尔雅、待人礼貌时，不要忘了他曾经经历过多少的不公。好了，宝宝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哦。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